有一个男人花了30年赢了所有，庄园到手，仇也报完了，所有欠他的人都倒了。然后他坐在屋子里，开始叫一个名字。那个女人已经死了18年了，他不吃饭不睡觉，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一遍一遍叫她的名字，直到自己也不知道在叫谁。那段把你变成魔的爱，到底是真爱还是执念？这个故事或许给不了你一个答案，但它能给你一面镜子，你也许会在那面镜子里认出一张脸。大家好，我是翻口，欢迎来到翻口人物智库。今天我们来讲呼啸山庄，但在正式开始故事之前，我们得先走进这本书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的一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1848年12月，英国约克郡哈沃斯村，一具棺材被抬出了牧师公馆。棺材只有16英寸宽，棺材铺老板威廉·伍德后来说，他做了一辈子的棺材，从没见过这么窄的成人棺。他在账本里记下这个尺寸，下面写着 Emily E. Jane Bronte 享年30，是那个人，就是那个写出了呼啸山庄的女人，她叫艾米丽·勃朗特。1818年7月30日生，1848年12月19日死。整整30年，她的身体在结核病中燃烧殆尽，瘦到一具棺材都盛不满她。但她在这个世界上制造的火，30年、170年之后仍然烧着。凭什么一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女人写出了文学史上最炽烈的爱情故事？凭什么她只活了30年，留下唯一一部小说，就永久改写了英国文学的版图？凭什么她的名字和她的书今天还在被全球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一遍遍翻开？答案藏在约克郡荒原的风里。艾米丽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是一位穷苦牧师，1777年生，1861年卒，享年84岁。他在约克郡荒原深处的哈沃斯村担任了大半辈子牧师。那是一个终年大风，冬季积雪，离最近的城镇都要走好几英里的地方。墓地与花园相连，死亡和生活毗邻而居。村里的饮水井距离公共墓地只有几步之遥，当地人饮着含有尸体腐化物的水，肺结核蔓延成地方性灾病。哈沃斯是一个让人只能在死亡气息里呼吸的地方。就在这样的地方，艾米丽度过了她全部的30年。这个父亲创下了一项令人窒息的记录，他亲眼送走了自己的妻子和6个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送了一辈子。妻子玛利亚1821年去世时，最大的孩子才7岁，最小的才1岁。帕特里克独自抚养6个孩子，在荒原上，在牧师公馆的昏暗书房里。他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崇尚自律，对子女的日常管教近乎苛刻。他不允许孩子们吃肉，认为这会助长情欲。他强迫他们在严寒里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6个孩子被迫从小就学会了只靠彼此，他们把故事讲给彼此听，发明假想的国度，在那里创造国王和战争，爱情和死亡。这些被大量研究者记录下来。夏洛特和布兰威尔创造了昂格里亚，艾米丽和安妮创造了冈达尔，一个充满烈风、荒原和激情的想象帝国。艾米丽为冈达尔写了大量诗歌，那些诗里的人物感情浓烈的快要烫破纸页。他在想象中死过无数次，爱过无数人，经历了他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一切。他一生极少离开哈沃斯，唯一一次去布鲁塞尔读书，不到1年就因为思乡而回来。荒原就是他的世界，也是他的素材。他们写着写着就写进了文学史。帕特里克的长子布兰威尔死于1848年9月24日，享年31岁。酒精和鸦片把这个本有画家才华的人彻底烧空。布兰威尔曾经是这个家族最被寄予厚望的孩子，父亲帕特里克把他送去学画、学音乐，以为他会成为勃朗特家族闯入世界的那一个。然而他在一次失意的恋情之后走向了自我毁灭。坊间相传布兰威尔临终前立誓要站着死去，据目击者描述，他最后的几个小时确实是站着离开人世的。这一说法被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记入了《夏洛特·勃朗特传》。不过国家名人传记词典的编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更可能是一段被传奇化的家族轶事。3个月后，艾米丽随哥哥而去。
死亡当天，他拒绝求医，清晨还坚持梳头喂鸽子，直到中午他才同意看医生。他的狗守护者趴在门口等了好几天，才肯相信主人不会回来。守护者来到艾米丽曾经睡觉的卧室门口，横卧在门槛上嚎叫了很多天。夏洛特后来写道，守护者仍会每天去探望艾米丽的小卧室。1849年5月28日，小妹安妮在夏洛特的怀中去世，年仅29岁，同样死于肺结核。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夏洛特，鼓起勇气。1855年3月31日，夏洛特去世，距离她39岁的生日整整3周，那是她在世上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勃朗特三姐妹全部没能活过40岁。帕特里克站在棺材前，一次又一次又一次。那个活了84岁的父亲，用他漫长的生命承担了这个家族所有的失去。在这个家族无休止的丧葬史中，艾米丽是一个古怪的艺术。她从不害怕死亡，但也从不允许死亡轻易带走她在意的东西。据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传记记载，艾米丽是3姐妹里据说长相最美的一位，厨艺出色。她喜欢在厨房边擀面边背诗，她对动物有特别的亲近感。她能够与一条陌生的野狗对视，直到她低下头来。她的姐姐夏洛特害怕牲口，艾米丽就故意带她去看，然后在夏洛特尖叫时露出满足的笑。这种对恐惧的漠然几乎是她的本能。少年时期，她曾被一条患狂犬病的疯狗咬伤，她没有哭叫，独自走进厨房，从炉子背后取出烧红的火钳，直接烙在自己的伤口上。整个过程他一声没吭。事后他才告诉家里人，这件事后来进了他姐姐夏洛特的小说《雪莉》里，女主角雪莉·吉尔达被疯狗咬伤，独自进厨房烧灼伤口，拒绝旁人帮助。原型正是艾米丽，一个对疼痛如此漠然的人写出来的爱是什么质地？这就是写出《呼啸山庄》的那个人。1847年12月，小说出版，署名爱丽丝·贝尔，那是个男性化的假名。3姐妹选择用假名发表作品，因为夏洛特后来解释，以女性身份写作的作者往往被戴有色眼镜看待。出版这本书并不容易，夏洛特在伦敦四处奔走谈判，写信给出版商，用他们3人的稿费凑钱自费出版。艾米丽几乎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她待在哈沃斯，在荒原上走她的路，写她的诗。书出版了，批评家们几乎一致把它摔在地上。一位评论者写道，这本书到底是人写的还是鬼写的？它是粗俗堕落与超自然恐怖的混合物。作者为什么不先自我了断再动笔？今天看这段话只觉得讽刺。呼啸山庄首印只有250册，几乎无人购买，广受恶评。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卫士们认为他描写的情感太过极端，对文明是一种冒犯。没有人相信这本令他们不安的书会成为文学史上的永恒经典。然而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 BBC 邀请全球82位著名文学评论家评选100部伟大英国小说，呼啸山庄位列第7。1978年1月20日，一首名叫《呼啸山庄》的歌发行，歌手叫凯特·布什，19岁，生于1958年7月30日，与艾米丽·勃朗特同月同日。他把自己写进了凯瑟琳·恩肖的灵魂里。这首歌登上英国单曲榜冠军，在榜4周。凯特·布什因此成为英国第一位凭借自己全权创作的歌曲登顶排行榜的女歌手。那首歌的旋律来自荒原，来自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灵魂。一个30岁死去的女人创造出的力量跨越了2个世纪。弗吉尼亚·伍尔夫写道，呼啸山庄是一部比简爱更难理解的书，因为艾米丽是比夏洛特更伟大的诗人。那现在就让我们正式走进她用生命写下的那个世界。18世纪末，英格兰北部约克郡荒原有一个地方叫呼啸山庄。呼啸不是比喻，那是当地的气候。终年劲风呼呼作响，能吹弯所有的树。庄园建在山顶，四面无遮拦，窗框上常年累月嵌着风化的石刻。1500年，
这栋房子比任何一代住客都活得更久，他见过爱，见过恨，见过死亡，见过一切。他只是沉默地立在那里，让风穿过，让人来了又去。庄园主欧萧家有2个孩子，哥哥亨德莱和妹妹凯瑟琳。这一天，父亲欧萧老爷从利物浦回来，怀里抱着一个不明来历的孩子，黑皮肤，蓬头垢面，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饿得眼睛发绿。老爷把他放在地板上说：“带回来了，给他取名希斯克利夫吧。”那是1771年前后，利物浦正处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顶峰，彼时80%的英国奴隶船从利物浦出港，每年运送数以万计的黑人奴隶。在这座城市的街头，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孤儿命运多舛，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老爷给他取了一个儿子的名字，格外宠爱他，甚至超过了亲生孩子。这份宠爱有他自己的逻辑。老爷是一个信奉行善积德的人，他相信把这个垂死的孩子带回来是上帝托付给他的使命。越是所有人反对，他就越要坚持，因为承认错误意味着承认自己当初的判断出了问题。亨德莱恨透了这个横空出世的竞争者，凯瑟琳爱上了这个和他灵魂一样野的男孩。这是这个故事的原点。希斯克利夫刚来的时候，欧萧家上下都排斥他，妻子以为这个黑孩子是被她丈夫在外面养的私生子，几乎不肯搭理。亨德莱捡起机会就欺负他，孩子们把他当成不速之客。但希斯克利夫有一种奇特的能力，他能忍，不是懦弱的人，是一种缄默而坚硬的人，像石头在水里浸泡，表面光滑，内里越来越密实。这一点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来。老欧萧有一次在市场上给2个孩子各买了一匹马，希斯克利夫先选了那匹漂亮的，但漂亮的那匹很快跛了。希斯克利夫察觉后悄悄去找亨德莱，说：“你把你的马换给我，不然我就告诉爸爸，这星期你揍了我3次。”亨德莱又揍了他一顿，但还是怕被告状，把健康的马换给了他。希斯克利夫立刻就跟没事人似的，完全不在意身上的淤青。管家纳利看着这一幕，在心里记下了，只要希斯克利夫得到了他想要的，他就不在意任何代价。这个孩子脑子里装的不是委屈，是账本。欧萧老爷为了缓解家庭矛盾，把亨德莱送去学院。亨德莱临走时把对希斯克利夫的恨埋进了心底最深处，像一粒毒种。没有兄长的管束，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在荒原上自由奔跑。夏天他们追着风跑，赤脚踩过石楠花丛。冬天他们躺在草垛里讲故事，数天上的星星。他们是同一种人，桀骜强悍，对文明世界的规则漠然置之，对彼此却掏心掏肺。如果要惩罚凯瑟琳，最有效的方法是不让她和希斯克利夫一起玩，这是家里人都知道的秘密。凯瑟琳是个美丽任性的小姑娘，精神总像潮水那样高涨，停不下来，又有一双最动人的眼睛。她是荒原上的精灵，又是一个又野又坏的小东西。就连她奄奄一息的父亲临终前凝视着她，也忍不住说：“凯西，你为什么不能永远做一个好姑娘？”凯西笑着说：“爸爸，你为什么不能永远做一个好男人？”说完又立刻吻了一下他的手，轻轻哼起歌来。他能同时拥有利爪和温柔，而且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用的是哪一样。欧萧老爷去世后，亨德莱带着新婚妻子法兰西斯回来奔丧，接管了呼啸山庄。法兰西斯是个从外面世界来的姑娘，身上带着城市的轻浮优雅，从一出场就患有肺痨。那种脆弱易碎与凯瑟琳在荒原上的磅礴力量形成鲜明对比。他不喜欢希斯克利夫，但他的挑唆是隐晦的、迂回的。他只是在亨德莱心里点火，然后退开，让亨德莱自己烧。亨德莱积压多年的仇恨终于决堤。他做的第一件事，把希斯克利夫的身份从养子降为仆人，不许上学，不许进餐厅，只能在田地里干活，睡在草垛里。从此希斯克利夫彻底野化，衣服在泥里滚，头发乱如灌木丛，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但他的眼睛从未变暗。就在这段时间，一件改变所有人命运的事发生了。那是一个夜晚，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跑到附近的画眉田庄，趴在窗外偷看。金色的灯光从窗缝里透出来，照在2张悄然对视的脸上。屋里
林敦家的兄妹埃德加和伊莎贝拉正为抢一只小狗扭打成一团，大红地毯，白色天花板，金边的玻璃吊灯，那是另一个世界，精致的、温柔的、有规则的世界。埃德加和伊莎贝拉虽然比希斯克里夫和凯瑟琳年纪还大，却在为一只小狗哭闹撒泼，全然一副没有经历过任何苦难的孩子气。希斯克里夫说，哪怕给我1000条命，我都不愿意换成他们的生活。他说这话不是因为贫穷，是因为骨子里的傲慢。他不屑那种被保护的好好的，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粗粝的人生。但命运恶意地推了凯瑟琳一把。林敦家的看门狗扑咬，凯瑟琳被咬伤了怀，她没有哭叫，只是咬紧牙关，由着狗咬。林敦家人闻声赶来，认出了欧肖家的小姐，把她留在田庄养伤。希斯克利夫被赶走了，理由是身份低贱，不易进入体面人家的门。林敦太太对凯瑟琳说的话是，那个孩子是吉普赛的杂种，是被遗弃的野孩子，是魔鬼的后代。5周后，凯瑟琳返回呼啸山庄，换了一个人似的。她穿着精美的裙子，戴着手套，发髻整齐，走路的姿态改了，说话的声音细了。她成了一个真正的千金小姐。文明世界把她打磨过一遍，打磨掉了荒原上的野性。希斯克利夫站在原地看着她，衬衫破了3个洞，泥巴还没干。他什么都没说。凯瑟琳对他的感情没有变，他一见到他还是飞奔过去给了他7、8个吻，但他的眼神在他黑乎乎的手指和自己华美的裙子之间来回打转。他留意着他的脏手，担心他会在他的裙子上留下印记。希斯克利夫只看到了一件事，他变成了不配碰他的人。仇恨的种子在这一刻种下。那个夜晚，凯瑟琳找到了管家娜丽，她要说一件她藏在心里很久的话。凯瑟琳说，我对林敦的爱就像树叶，冬天来了，它会改变，它会凋落。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可对希斯克利夫的爱是脚下永恒的岩石，看不见多少欢乐，却是根本所在。无论我们的灵魂是用什么料子做的，他和我是同一块料子，独有他留下来，我依然还是我。假使其他一切都留下来，独有他毁灭了，那整个宇宙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陌生人，我就不再是他的一部分了。然后他说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话，娜丽，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他爱她深入骨髓。但他也承认，嫁给他会让他降低身份。他对林敦的爱是另一种真实，年轻、英俊、温柔、有钱，能给他体面，能让她成为这一代最尊贵的女人。这2种爱他都要。他的计划是嫁给林敦，用林敦的财富帮助希斯克利夫摆脱贫贱，让他们3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他以为这是两全之计，他不知道这段话有人听到了一半。希斯克利夫就在屋外，他听到了凯瑟琳说嫁给自己会降低身份。他没有听到岩石，没有听到同一块料子，没有听到我就是希斯克利夫，没有听到他说要用林敦的钱帮助他。他只听到了那半句话，然后转身在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离开了呼啸山庄。永久改变2个人命运的是那一半没被听到的话。这是呼啸山庄最残忍的叙事。爱情被一场误解折断，不是背叛，不是不爱，而是一句话只传到了一半。凯瑟琳发疯一般的寻找他，在暴风雨中喊了一整夜，未果。他染了重病，几乎要死去。热心的林敦夫妇把他接到画眉田庄照料，却因此被传染了热病，双双去世。他们的善意以他们的死亡作为代价。3年后，林敦迎娶了凯瑟琳。这场婚姻，林敦是真心的，他对凯瑟琳宠爱有加。书里有一句令人心疼的描述，哪怕拿小刀刺他，看到凯瑟琳烦恼，也比自己挨刺更让他心疼。他是一个好丈夫，体贴克制，从不大声说话，把一切秩序和温柔都给了他。这正是问题所在。凯瑟琳不需要温柔，她需要风，需要那种能把树吹弯的力量。婚后，凯瑟琳成了田庄的女主人，过着体面的生活。但她私下对娜丽说，田庄是天堂，但我不愿意永久待在这里，这会让我窒息。文明是她的囚笼，她需要的是荒原，
是那种能把树吹弯的力量，是希斯克利夫。林顿给了他最好的文明世界，而希斯克利夫是他所有野性的来处，两件事不能同时拥有。凯瑟琳选择了文明，但他的灵魂永远留在荒原上。这3年里，希斯克利夫去了哪里？艾米丽没有交代，没有一行字解释他的去处。他的遭遇，他如何从一文不名的仆人变成了衣着考究的绅士？作者只告诉我们，3年后他回来了，高大，举止有度，甚至比风度翩翩的林顿还要显得气派。那种变化是骨子里的，某种压在他心里多年的东西被磨成了刀。凯瑟琳见到他的瞬间狂喜过望，林顿脸色发白，心跳加速。两个男人，两种力量同时出现在一个女人的生命里。有人形容这种对比，当一个从这边走进来，另一个从那边走出去，就像一个触目凄凉、荒山起伏的产煤区，一霎时换成了一片青翠肥沃的山谷。希斯克利夫住进了旁边的呼啸山庄，他开始等待复仇的时机。与此同时，林顿的妹妹伊莎贝拉爱上了他，那是一种危险的、盲目的爱。伊莎贝拉从小生长在优越安稳的画眉田庄，读着浪漫小说长大。她把希斯克利夫想象成一个被岁月打磨的拜伦式英雄，以为他骨子里有温柔和骑士精神，等待被他唤醒。他在爱一个他幻想出来的人。凯瑟琳劝他，用的是他最了解希斯克利夫的那种知己式坦诚。你千万别以为在他那严峻的外表底下埋藏着深深的仁爱和柔情，他并不是一颗未经琢磨的金刚钻，一个含着珍珠的牡蛎。他是一个狼一般凶狠无情的人，是一片不毛的荒地，只充斥着锯齿般粗暴的荆棘和坚硬的砂石。只有凯瑟琳看穿了希斯克利夫灵魂的底色，却依然深爱他，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一样的人。他劝伊莎贝拉是真心的警告，不是嫉妒。伊莎贝拉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她以为自己就是那个能改变她的人。每一个最终被怪物吞噬的人都曾经这么相信过。爱在某些条件下会异化为恨，这是呼啸山庄的核心命题，也是艾米丽·勃朗特留给世界的最黑暗的洞见。希斯克利夫带着他的财富和仇恨回来了，他住进了呼啸山庄，利用主人亨德莱的酗酒和赌博恶习，一步步设局。他借钱给亨德莱，怂恿他豪赌，看着他把庄园的地契一张一张输出去。亨德莱从未想过，一个曾经被自己每天打骂的奴仆，已经把他的整个身家算进了复仇的棋盘。这是一种彻底的、冷酷的、带着数学精度的报复。希斯克利夫不喝酒，不失控，不冲动，他只是等着那个曾经羞辱他的人亲手将自己的一切输给他。亨德莱的每一次挫败都是希斯克利夫的计划按部就班的推进。法兰西斯生下一个儿子哈里顿之后，不久就死于肺痨。亨德莱失去爱妻，越来越像一具会喝酒的空壳。他对亲生儿子哈里顿几乎不闻不问，时而握着刀威胁仆人，时而险些把孩子从楼上扔下去。呼啸山庄在沉默中慢慢属于了希斯克利夫。不止亨德莱，亨德莱的儿子哈里顿也被卷入了棋局。希斯克利夫把这个孩子带在身边，不许他读书，不许他受教育，让他和仆人一起干农活，故意让他长成一个粗野无知，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对的男孩。这是他的报复方式。我当年是怎么被对待的，就把同样的命运还给你的后代。苦难变成了遗产，代代相传。但报复有他意想不到的反噬。有一次，醉酒的亨德莱把哈里顿从楼上的栏杆上往下扔，希斯克利夫出于本能伸手接住了这个孩子。等他看清哈里顿的脸，他愣住了。他意识到他刚刚破坏了自己的复仇，哈里顿应该死在亨德莱手里，那才是最完美的结局。他恨自己的善意，这是他内心深处残存的那一丝被他自己深恶痛绝的人性。更奇妙的是，哈里顿这个被他刻意践踏的孩子竟然崇拜希斯克利夫，因为相比终日酗酒对他挥刀的亲生父亲，希斯克利夫至少还让他感受到某种规则的存在。孩子的忠诚有时候比大人更彻底，也更悲哀。
与此同时，他开始把伊莎贝拉当作工具。他利用他对自己的痴迷，频繁出入画眉田庄，在凯瑟琳和林顿之间刻意挑拨，在伊莎贝拉的欲望里布下了陷阱。私奔前夜，他把伊莎贝拉心爱的小猎犬用手帕拴在门口的钩子上，活生生地悬吊起来。娜丽赶紧把那只狗救下来，才保住了一条命。事后他对娜丽描述这一幕，语气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满足。我出门时，他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把他的小狗吊起来，他求我放手。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恨不得把他全家都像这样吊死。伊莎贝拉亲眼目睹这一幕，仍然跟他走了。希斯克利夫从没对他说过谎，他直接告诉过他，他根本不喜欢他，娶她只是为了摆布他的哥哥。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残忍，用语言宣告了自己的冷漠。但伊莎贝拉听到的永远是另一套剧本，他以为他在口是心非，以为他自己会是那个例外。这不是蠢，这是一种更深的悲剧。他根本无法想象真实的黑暗。他从小成长在温室里，见过的最坏的事是被哥哥抢走一只小狗。他读过的每一本浪漫小说都告诉他，那种迷人的坏人是可以被爱感化的。于是他真的相信了这一点，并为此付出了整个青春。婚后，伊莎贝拉很快就明白了现实。她写给娜丽的信里充满了绝望。原本靓丽动人的她，变成了希斯克里夫身边邋里邋遢、受尽虐待的妻子。她从想要让希斯克里夫死，到渐渐希望自己死，最后终于想明白，宁可让他自己去死，也不要再跟他纠缠了。林顿在愤怒中断绝了和妹妹的兄妹关系，凯瑟琳彻底崩溃了。她在屋里绝食，把枕头里的羽毛一根一根拔出来，疯狂地拔，让羽毛飘满整个房间。她把每一根羽毛认出来，这是火鸡的，这是野鸭的，这是鸽子的，然后把它们堆在床上，让自己睡在羽毛堆里。她陷入幻觉，以为自己还是一个在荒原上奔跑的野孩子，以为那些年都没有发生过。脑膜炎，那是维多利亚时代医学对这种精神崩溃的名称，实质是一个人被撕裂成两半，硬撑着活在两个不兼容的世界里，终于撑不住了。文明的天堂把他压垮了，他从此再没能真正好起来。他的身体在等待一个人回来的漫长岁月里，一点一点地垮掉了。那是1784年春天，一个普通的早晨，林顿去了教堂。希斯克利夫推开了田庄的门，径直走向凯瑟琳的卧室。他们分开了将近半年，娜丽后来记录了这个场面。希斯克利夫迈开一两步来到她身边，紧紧把她搂在怀里。约莫有5分钟光景，两个人一句话也没有说。5分钟，沉默的5分钟。那沉默里装的是所有说不出口的东西，所有听错的话，所有没说完的句子，所有错过的年份，所有不该发生的一切。希斯克利夫看着他，骨瘦如柴，眼神散乱，那个曾经像荒原上的野火一样燃烧的女人，被文明和等待一点一点地耗光了。希斯克利夫抱她的力道太大，他胳膊上留下了4个紫青的印痕，4个手指的形状清晰可辨。这是他爱她的方式，也是摧毁她的方式。然后凯瑟琳开口了，她说：我死之后你还打算活多久呢？没有人知道这是一句诅咒还是一句情话，也许是同一件事。希斯克利夫跪在那儿，凯瑟琳扯住他的头发不让他起立，两个人像孩子一样互相折磨，又像即将分离的人一样拼命抓紧。他祈求他的灵魂死后来缠住他，不要放手。你抛弃了你自己，他说，你可以先我而死，有什么大不了？你难道以为我会这么心平气和地待在你死后留下的那个世界里，受苦活下去？那一刻，林顿从教堂回来了，撞见了这一幕，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凯瑟琳在这两个男人之间精神上已经彻底溃散了。那天晚上，凯瑟琳生下一个女儿，2小时后她死了，年仅18岁。艾米丽·勃朗特死时30岁，连恋爱都没谈过。他笔下的凯瑟琳死时18岁，因为爱和被爱，提前耗尽了自己。林顿把女儿命名为凯瑟琳，为了区分，人们叫她小凯西。希斯克利夫得知凯瑟琳死去的消息，
在户外昏倒了，趴在地上，嘴里只剩一句话：不要让他就这么走。他用头一遍遍撞击树干，鲜血从额头流下来。这个从不掉眼泪的人在树下嚎叫了整整一夜。那天深夜，他一个人走到了凯瑟琳的墓前，他趴在刚堆好的土丘上，用手指抓挠泥土，在荒原的寒风里嚎叫，请求他的灵魂来缠住他，不要离开，不要安宁，不要放他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黑暗里没有任何回应，这个向来对疼痛漠然的人在一堆新土前面崩了。伊莎贝拉同年逃出了呼啸山庄，去往伦敦附近定居，不久后生下了希斯克利夫的儿子，取名林顿·希斯克利夫。他此生再也没有回过北方。几个月后，亨德莱在酗酒和债务的漩涡中去世，年仅27岁。他临终前曾试图用手枪杀死希斯克利夫，被反制，但这次冲突并非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长年累月的酒精和自我毁灭把他彻底耗光了。希斯克利夫成为呼啸山庄的主人，那是1784年秋天，他的手里已经攥住了2棵大树的枝干，一棵叫亨德莱，哭了，还有一棵叫林敦，他要慢慢等。就在这个时候，他把哈里顿抱上了桌子，这个孩子是亨德莱的儿子，如今成了他的猎物。他用手指勾了勾这个孩子的下颌，轻声说：好一个孩子，你现在终于属于我了。咱们倒要瞧瞧这一株树是不是也会长得歪歪曲曲，跟另一株树一个模样。让猛风来扭它的树枝树干吧，他也是好小子。这就是他的哲学，你是怎么对我的，我就怎么对你的孩子，一代代的传下去，让苦难变成遗产。第2代的棋局从一封信开始。10余年后，林敦把小凯西护在田庄里，小心翼翼不让他靠近呼啸山庄。但小凯西对荒原和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有一天骑马时偶遇了哈里顿，又偶然和从伦敦被带回的林顿相遇。伊莎贝拉去世前将小林顿送回了英格兰北部。林顿接回了这个苍白多病、总用愁苦眼神看人的孩子，希望给他一个安稳的环境。但希斯克里夫得知自己有个儿子，立刻将他强行带走，不是因为父爱，是因为有用。小林顿虽是亲生骨肉，但希斯克利夫对他厌恶透顶。那个孩子软弱多病，哭哭啼啼，哪一点都不像他。他将自己常年被人看不起的屈辱全都投射在了小林顿身上。但小林顿是一枚棋子，通过他可以拿下画眉田庄。希斯克利夫看准时机，让林顿和小凯西秘密通信，暗中安排2人见面。那个苍白多病、总用愁苦眼神看人的男孩成了他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小凯西是真心真意对林顿好的，他天性善良，在父亲和娜丽同时生病的时候，他把自己一分为2，精心照料。而小林顿对他的感情更多是畏惧父亲压力下的依附。林顿病危之际，希斯克利夫把小凯西和娜丽骗进呼啸山庄，关了门。小凯西被关了将近5天。他曾经抗争过，用谈判的方式，用以真心换真心的方式，但在一个以掠夺为本能的人面前，契约精神什么都不是。林敦在孤独中死去，身边没有女儿陪伴。小凯西在囚禁中被迫嫁给了林顿。希斯克利夫的第2代复仇计划完成了。林顿在婚后数周内死去，将画眉田庄的财产转入了希斯克利夫的名下。至此，2座庄园进入囊中。他赢了，所有人都被他踩在脚下。亨德莱死了，林敦死了，2个庄园都是他的。他用了30年，把所有欠他的账一笔一笔地收回来了。他用了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大的意志力，把仇恨维持了30年，把复仇的蓝图一步一步实现。但赢家站在废墟上，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这是呼啸山庄最大的悲剧，也是他最深刻的洞见。当复仇完成，仇恨便无处安放。当目标消失，生命便失去了重力。希斯克利夫活了几十年，全靠仇恨支撑。仇恨是他的燃料，也是他的意义。仇恨一旦被满足，他便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希斯克利夫站在他的胜利里，感到了透骨的虚无。与此同时，一件小事正在废墟上悄悄生长。小凯西和哈里顿住在一个屋檐下，
从对抗走向了和解。最初他们互相憎恶，小凯西嘲笑哈里顿的无知，哈里顿也以粗野对抗他的优越感。但时间是一种磨损，也是一种融合。他们发现彼此都是这场漫长悲剧的受害者，都被那个叫希斯克利夫的人压在命运的底部，没有任何选择。和解是从一本书开始。小凯西把一本书放在哈里顿面前，作为和解的礼物，也作为邀请。我来教你读书吧，不再嘲笑你了。哈里顿接过那本书，看了很久。他以前也想读书，但希斯克利夫不许。他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的人，在外人眼里粗野无闻，在自己心里是隐秘的羞耻。他曾经也试图自己学过，偷偷找来书，在无人的地方翻开，把字母一个一个辨认。被凯西撞见，凯西当时嘲笑了他，那件事让他把书收起来，再也不碰。现在有人愿意教他了，他们从字母开始，一个一个的认，一个一个的读。小凯西笑着，哈里顿跟着笑，书页翻过去，两个灵魂之间的墙一块砖一块砖的拆下来了。希斯克利夫旁观着这一切，他想阻止，但发现自己提不起力气，因为他看见了凯瑟琳，不是幻觉，而是事实。哈里顿和小凯西都长着和凯瑟琳一模一样的眼睛。他在第33章里脱口而出，他们的眼睛分明就是凯瑟琳、恩肖的眼睛。他对着娜丽说，哈里顿是我永恒挚爱的影子。每次他看向这两个年轻人，他看到的不是仇人的后代，他看到的是凯瑟琳，是他自己一生追逐的那道光，从另一副年轻的面孔里透出来。这道光彻底瓦解了他，不只是眼睛。他开始无法进食，因为食物的颜色让他想起他。他无法看窗外的树，因为树在风中摇摆的方式让他想起他。他无法入睡，因为黑暗里有他的脸，一切都是他。他失去了对外界的所有兴趣，那些庄园，那些财产，那些复仇的棋局，忽然都失去了意义。他开始不吃饭，不睡觉。娜丽记录了他对他的观察，你的脸颊凹陷，眼睛充血，像一个正在被饿死、被剥夺睡眠的人。他开始喃喃低语，对着空气说话，呼唤凯瑟琳的名字。他感觉他就在附近，就在转角，就在隔壁，就在他踏进屋子的下一秒。他走进一个房间，发现他不在，再走进下一个，再下一个。整座山庄，他在里面寻找一个已经死了18年的人。就在林顿入土的那一天，他独自来到了凯瑟琳的墓前。他贿赂了掘墓人，让人打开了那口封了18年的棺盖。那张脸在他眼里与活着时没有多少分别。他在墓边站了很久，久到掘墓人催促他离开。临走之前，他撬开了棺材的一块侧板。他后来告诉娜丽，不是林顿那一侧，该死，不是林顿那一侧，那一侧朝向他自己将来会躺下的地方。他要让他们的白骨在泥土里悄悄地靠拢。某个夜晚，他把自己关进了凯瑟琳曾经住过的卧室，打开了窗。约克郡的荒原寒风扑面而来，雨水打在地板上，打在他脸上。他没有关上窗。第二天早晨，娜丽去看他，他躺在床上，眼睛大睁着，嘴角带着一种奇异的微笑。雨水把他打透了，他不再流血了。那个在暴力和仇恨中走了一辈子的人终于停了下来。这是希斯克利夫的死法，不是悲剧，不是救赎，是一种奇异的心满意足的耗尽。他活着的时候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之一，他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走，只带走了他自己。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被葬在凯瑟琳的身边，左边是他，右边是林顿，凯瑟琳睡在中间。三个纠缠了一生的人以这种方式永久地放下了。希斯克利夫死后，产权的迷局自行解开。小凯西作为最后一位林顿后裔，继承了画眉田庄。哈里顿作为亨德莱之子，重新拥有了呼啸山庄。希斯克利夫用一生代价建立的帝国，随着他的死悄然瓦解，财产物归原主。那年新年，小凯西和哈里顿定于婚嫁，计划般往画眉田庄。他们的爱情没有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那种毁天灭地的浓烈，也没有林顿对凯瑟琳那种温柔的单向奉献，而是一种平等的、相互选择的，经历过苦难之后依然愿意靠近的真实。他们的故事是这场漫长悲剧里唯一的光亮。
洛克乌那个在故事开头租住希斯克利夫房子的外来者，在离开前最后一次走过了3座墓碑。就在墓地边上，他遇到了一个哭泣的牧羊小男孩。小男孩抬起头说：别往那边走，先生，那里有希斯克利夫和一个女人的鬼魂在夜里游荡。呼啸山庄在一切结束之后重新归于寂静。今天距艾米丽·勃朗特去世已经170余年，呼啸山庄起初只印了250册，广受恶评。批评家们认为他道德败坏，说作者写这本书之前应该先自我了断。没有人预见到接下来的事。1926年，法律学者 C.P. 桑格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把呼啸山庄当案卷来读，逐一还原时间节点、婚龄、继承权、产权，分毫不差。一个从未接受过正规法律教育的女性，在荒原书房里写出了叙事逻辑无懈可击的作品。1934年，大卫·塞西尔第一次系统地为他证明。弗吉尼亚·伍尔夫写道：艾米丽是比夏洛特更伟大的诗人。170年的审判，无罪。当那口16英寸的窄棺从哈沃斯牧师公馆被抬出去的时候，棺材铺老板说他做了一辈子棺材，没见过这么窄的成人棺。里面那个人30岁，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但他写下了这些字：爱是脚下永恒的岩石，也是摧毁一切的巨力。它是5分钟的沉默，是胳膊上4个紫青的指印，是雨夜里那扇开着的窗。爱不能拯救一个底色已烂的灵魂，但废墟里还是长出了2颗嫩芽。小凯西和哈里顿，他们的爱没有毁天灭地，只是从字母开始，一个一个刃把2个人之间那堵墙一块砖一块砖慢慢拆开了。这也是一种爱的答案。开头我问过，把你变成魔的那段爱是真爱还是执念？希斯克利夫叫了一辈子也没找到答案，不是因为答案不存在，是因为在某种爱里，真爱和执念本来就是同一件事。爱得够深，他们之间那条线就消失了。你不是因为执念失去了真爱，你是因为真爱才有了那个执念。最后的最后，给大家留个问题，这些年你有没有为一段感情把自己烧成了另一个人？也许不是30年，也许只是维持着一段说不上对的关系，或者等了很久，明明早就知道了，还是留了下来。事后问自己，这算爱还是算执念？那么现我的问题是，如果真爱和执念之间从一开始就没有界限，你愿不愿意重新爱一次？我是反口，再次感谢大家今日长时间的陪伴，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答案。我们下本书见。